大家好，我是咪咪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咪咪的无麸质米烘焙。今天我要来做一款材料和做法都非常简单的法式小点心——猫舌饼干。那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所需要使用到的粉类。今天需要的粉类有糙米粉25公克，还有杏仁粉10公克。那这边加杏仁粉的原因是因为如果只单加糙米粉，烘烤完之后，饼干中间比较厚的部分会有麻薯的口感。加了油脂比较高的杏仁粉，可以减少那种有点像烤马吉的感觉。那我们先把杏仁粉过筛到糙米粉里面。过筛完成之后，把粉类拌匀备用。然后准备今天需要使用到的奶油35公克，先切小丁放在室温软化。还需要蛋白30公克，可以选用个头比较小的蛋，那它的蛋白就刚好是30公克。记得蛋白的分量不要比奶油多太多，不然的话饼干会比较偏硬。现在已经很轻易的可以压出凹痕的程度，那我们可以先用打蛋器把奶油搅打至美乃滋的程度。今天的饼干不需要打发，所以用手持打蛋器就可以了。像这样子的程度就可以了。今天要加的砂糖总共是20公克，分3到4次把砂糖加到奶油盆里面，搅打均匀。然后加入少许的盐，加大概这样子就好。提味的部分，我今天准备了香草籽酱，或是也可以使用香草精，依照个人喜好加入少许。然后继续搅打均匀，然后把刚刚准备好蛋白大致搅散，大概分3到4次，慢慢的加到奶油壶里面，避免产生分离的现象。继续的搅打均匀，记得这一步的话不要太大力，避免打入太多的空气，让蛋白打发。那这混匀之后，可以用刮刀辅助。接着加入粉类，大概分成2次加入。混匀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面糊装入挤花袋里面。把面糊挤到下面去。好，那现在的话，我们先把这个面糊放到冰箱稍微冷藏一下，硬一点，等一下比较好挤形状。烤箱这时候可以先预热。那面团的部分我们经过15分钟冷藏，现在我们要把它挤成长条状。那每一块的饼干中间记得留多一点的缝隙，因为它烘烤之后会摊平的蛮大的，才不会说每一块饼干会粘在一起。那由于猫舌饼干它是比较液态的面糊，在烘烤的时候，如果用烘焙纸的话，因为纸比较轻，风一吹过去，它的背面可能会有不规则的形状，所以可以选用这种细胶的烤垫，或是你也可以用不粘的烤盘，直接把面团挤在上面。那可以挤成长条状，或是也可以挤成圆形的。不小心掉了一块下来，那这边的话就用汤匙把它移走，跟另外一个合并在一起。那这次烤温的话，要先以190度烤5分钟，再用180度烤大概7分钟左右。
取出来之后，发现中间的部分还有一些软，所以可以再用比较低一点的温度，150度，再花3分钟把中间给烤干。烤完的猫舌饼干周围会呈现一圈比较深的咖啡色，会有酥酥脆脆的口感。那中间的部分是稍微有一点厚度。我发现这一颗被我烤得特别像贝壳的形状呢。好，那饼干放凉了，可以开始来试吃。周围会呈现一圈咖啡色，那底部也会是咖啡色。放凉之后，表面摸起来是硬硬的感觉。那把它搬开来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款饼干的话，特点就是边缘会特别的薄，会有酥脆的感觉。那中间的话会稍微有一点厚度。著名的白色恋人饼干也一样是用猫舌饼干做的哦。放凉之后的饼干吃起来酥酥脆脆的。中间的话比较没有刚刚烤好那种软软的感觉。这个配方我把原始配方的砂糖分量再减少一点，因为我不喜欢吃那么甜的。那因为这个饼干本身比较薄，台湾又比较潮湿，很容易受潮之后会软掉，所以建议的话可以放在保鲜盒里面。那我今天还准备了这个硅藻土可以吸湿的，因为我上次直接就把它放在保鲜盒里面，但是隔天还是潮掉了，这次来试试看。那另外的话，我也想试试看放在冰箱会不会有同样的效果，因为通常饼干或面包类放到冰箱里面会变硬。好，那我们明天再来试试看这2种方式的保存，吃起来有没有什么差别。我把饼干放到隔天了，来试吃看看。首先这一个是冰箱放冷藏的，这个是放硅藻土放在室温的，感觉冷藏过后之后颜色变得稍微浅一点。冷藏过后是比较硬脆的口感。那这个是放在室温。放在室温的话会是比较酥脆的感觉。来放这个硅藻土除湿是真的还蛮有效的。那如果说过了一阵子你的饼干就是真的不小心受潮变得软软的，也可以再放回烤箱加热把水分烤干。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分享给你周围的朋友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